主席，今天联合国开始对苏联的提案表决。好消息，苏联的提议被否决了。消息准确吗？准确无误。好，知道了。林娜，辛弃疾这首词是什么意思啊？这首词说的是历史的大潮浩荡东去，势不可挡。即使有几座挡路的青山，让它拐上几个弯儿，但是直奔东海的大势是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了的。周叔叔，你说我说的对吗？娜娜说得好。父亲，总裁。今天是个大喜的日子，为了庆祝咱们外交上的胜利，我们敬您。咱们干杯！干杯！父亲，您好像有点不开心。开心，开心。如果此生反攻大陆无望，那么面对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政权，他联合国的大门还能关闭多久呢？来啊！你培养的那批将军大使，什么时候能够毕业啊？这些人不愧是将军大使啊，进入状况很快。相关的国际知识、外交礼仪都掌握了。就是耿彪提出啊，觉得实践的机会少了些。啊，他指什么实践机会啊？比如成帝国书。这是做大使出国的第一项重要的外交活动。比如他的程序礼仪要说什么，他们都没有把握，怕搞砸了，给国家丢人。这好办。过2天，不是有几位东欧国家的大使要向我递交国书吗？你安排他们到现场去看一看，不就行了？去现场。这合适吗？哎，你让他们先找个地方隐蔽起来，不要让外国使节看到，不就完了吗？啊？这倒是个好主意。要不，相互学习。总理来了！总理来了！总理好！大家好。
准备好了吧？莲，今天他们观摩安排在哪里？您放心，都安排好了。一会儿大伙儿啊，就在后院的窗户底下。窗户底下啊？那怎么看啊？那不成壁后观了吗？不，那不叫壁后观，这叫窗下学礼。总理，罗马尼亚大使的车马上就要到了。好，快去通知一下主席。好。嘿，你们还愣着干什么？快点，到屋里去隐蔽呀！哎，你们啊，就在这儿，找自己的地方，窗户底下啊，找好自己的地方，一人一扇窗户。罗马尼亚驻华大使到。能看得清吗？哎，干嘛呢？捅这么大窟窿眼儿，不怕露馅啊？太小了，看不全呢。就是。总理说了，要以小见大。好。你们干嘛去？他们站住！Dear Mr. Mao, dear Mr. Chairman, on behalf of the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's Republic of Romania, I would like to present my credentials as ambassador to the People's Republic of China, and I'd like to wish you and the country prosperity and a healthy future.来，我发现天下最苦的差事就是当这个国家主席呀。哎，别的不说，穿得板板正正，一站就是大半天，连根烟都不能抽，哎，简直是活受罪。你是国家主席呀，这个罪你不受，谁受啊？哎，找机会我跟同志们商量一下，这国家主席啊，还是另请高明吧。主席，你可不能有这种想法呀。哎，刚才通过观摩呀，我总结了2条。第一呢，就是在致辞之前，我们一定要有充分的准备，要打腹稿。第二，就是在递国书之前，我们一定要首先练好走的步子，把这个站立的位置还有递交的姿势，一定要搞得熟练一些。我觉得这样才可以。对，我看这样，干脆咱们就趁热打铁。现在就演习一下。哎，好啊，这个主意好。对，谁来当主席？老哥，我就觉得你个子高，你演主席最合适了。哎，你害我了，我不行，我不行。你们这不是害我吗？主席来了，干什么呢？这么热闹啊！主席好。将军大使们，
主席听说刚才你们就在旁边观摩，非常高兴，要接见你们。耿彪同志，主席，我在延安的时候吃过你送来的老虎肉，香得很呐。难得主席还记得这些，可是现在我们碰不到老虎了。再碰到也不能随便打喽，老虎成了受保护的动物。原打算让耿彪同志去联合国当驻联合国的军事代表，现在看来暂时去不了了。联合国呀，我们早晚会去的。哎，你原来不是叫黄志源吗？名字很好嘛，为什么要改呀？报告主席，我脾气不好，所以给自己改了个名字，时刻提醒自己要镇静。哦，黄镇，这个名字也不错。楚辞中说：“白玉兮为镇，玉可碎而不改其白，竹可黄而不改其节。”哎，派你出去是要完璧归赵啊！请主席放心，我绝不会辜负党和人民的期望。袁忠贤，黄埔一期的陈赓的同学。主席，你的学生啊。这一次在处理紫石英号的事件中啊，为我们中国人大涨了志气。好啊，还没到外交部，就先声夺人露了一手，可谓是文武兼备，人才难得呀！谢谢主席的表扬。姬鹏飞，主席好。周公吐哺，天下归心呐，大明兴起，却是周文王的后代。哎，早在红军时期当过卫生部的部长，有名的医生。鹏飞同志找过我，他说让他去卫生部任职更合适一些。人的一生啊，不能只干一件事。改行当外交官对你来说，多了一种人生经历。人不远行，怎知世界之大？姬大夫啊，是不是这个道理啊？是的，主席。彭明志，主席。叶挺独立团的团长，参加过南昌起义吧？哎，我的湖南老乡啊，戴着个眼镜，我没记错吧？主席没记错，我是湖南长宁人。不久啊，你们就要远走高飞喽。总理请我来跟大家见个面，咱们聊一聊啊。银桥啊，快去搬把椅子来，主席站了半天了。好，不用了。长征路上转战陕北，咱们不都是席地而坐吗？来坐。你们都是新中国的首批大使啊！将军当大使，那威风八面。建国伊始，百废待兴啊！我们新中国的外交政策是另起炉灶，啊，不认国民党留下的外交人员，所以中央决定从部队中选拔高级干部来当大使。解放军历来就是培养干部的大学校吧？主席，我们大家伙都不懂外语，就是怕搞不好外交工作。金无足赤，人无完人，不懂外语就不能当大使啊？边干边学嘛，有志者事竟成。汉代的张骞、班超，不也是不懂外语吗？他们出使西域，非但不辱使命，而且是功绩卓著啊！主席讲得非常好啊，我们外交官都能懂外语，当然好啊。可是现在我们不具备这个条件。你们可以上任以后啊，在大使馆内学习所在国的语言，正如主席讲的，边干边学嘛。我说将军当大使好，好在哪里啊？
哎，好在你们都跑不了啊！军人嘛，思想觉悟高，立场坚定，组织纪律性强。主席，我们当了这么多年兵，对军队特别有感情，让我们当大使，我们没意见，就是能不能让我们不脱军装啊？是啊。你们这些将军出国当大使是国家的需要，为国分忧啊。我看可以保留军籍，恩来啊，你是军委的常务副主席，你的意见呢？我赞同主席的意见，应该的。好。你们还有什么意见和建议，都可以提嘛。你们都不说了，那我就再说2句。来，抽烟。不抽，主席。不抽了，都不抽烟。都不抽了啊。好啊。当外交官要有克制力。好，我也不抽了。你们当中啊，有好几个是参谋长。参谋长擅长调查研究，所以你们到国外当大使，要发挥职业的长处，坚持调查研究啊。你们通过阅读报纸、参观访问、和人家交谈，增进对驻在国的了解。有的时候，从报纸上看到一条消息，经过研究分析，就有可能发现大问题呀。是啊，这正如人们常说的“见微识著”啊。谈到调研，我们不妨学一学宋代的沈括。他每到一个地方，总要把那里的城镇关隘、山脉河流，详详细细地把它画出来，搞成一个地图。所以，当朝廷派他到辽国去划分国界的时候，他就能够有理有据，是对答如流啊，让对手占不到便宜。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都有自己的优点长处。你们无论派驻哪一个国家啊，无论是大国小国，还是强国是弱国，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，你们都要认真学习人家的长处，发展和这些国家的友谊啊。你们能做到吗？能。好，咱们合张影，留个纪念啊！好。主席，慢点啊。国家发给咱们这么多钱，咱们怎么花呀？这钱？这是国家勒紧裤腰带发给我们的治装费。老话讲啊，穷家富路。国家是想让我们打扮得体体面面的再出门。哎，二位同志来了。哎，怎么着？穿2块料吧。您多件长衫。这位女同志做件旗袍，应该很漂亮。哎，你相信我的眼光，用这款布料给你做一身旗袍，穿出去肯定漂亮。是吗？多少钱啊？您做一身，里外加起来，少说也得20万吧。20万？太贵了吧？哎，您甭嫌贵，
这全是江南特供的，除了瑞福祥，全国您找不出第二家。不错。哎，老黄，哎，你来一下。啊，快！哎，不看看了？哎，二位同志慢走。你怎么走啊？那布料你不喜欢呐？我觉得挺好看的。好看是好看，可我觉得也太贵了吧？国家给的钱也不能这么浪费。哎，咱们去看看哪有什么旧货店，咱买点二手的衣服就行了。买什么二手的也太小家子气了吧？啊，乱花钱就是大气了，真是的。哎，你去哪儿啊？哎，同志啊，你把那幅画拿下来，我看一下。好。怎么卖，同志？50万。50万，太贵了吧？能不能便宜点？最低40万。这样吧，30万成交。你是个有眼光的明白人，那我就出血割爱了。包好。这位先生，你是做什么的？瞎玩。你的眼光真是独到家了。给钱呢？刚才气泡过多了。这个小物件就算送了啊。哎，你花这么多钱买一幅破画，买一大象，值得吗？这你就不懂了，这叫中国文化，把他们又带到国外去，可以好好的宣传一下我们中国文明。花这么多钱，更得去旧货市场。走吧，旧货市场。老黄，啊，哎，老黄，这旗袍，这个开的太大了吧？谢谢。弄那么多腿。人家旗袍就这样，挺好看的。啊？但是你这袜子不行，你坐这儿。袜子怎么了？你看你这黑裙子、黑鞋、白袜子不搭配啊！我又不穿这白袜子，你这光着脚在里头打滑。你不穿哎，你们回来啦？回来了。咱家怎么这么多好东西？哎，别动！哎，弄坏了！这别碰啊！你干什么？下，弄坏了，下来。小心！别动！下来，小心点儿。我还得赶快收起来。干嘛去了你们？啊？哎，小心啊！那个。穿成这样啊？对呀，像地主婆。你穿像地主。你这个小脑袋瓜里装的什么呀？我在太阳山的时候看见过斗地主的，穿的跟你们一样。我跟你俩说啊，爸爸妈妈穿成这样啊，是为了出国工作。你们俩放心，爸爸妈妈是绝对不会变成地主的。干嘛？还不相信啊？给你看啊，看这身毛裤了吗？这个是爸爸
在抗日战争的时候缴获的战利品。这次就穿着它出国，这回不会变成地主了吧？来，咱们一起收拾东西。南香，不早了，早点休息吧。我把孩子的衣服缝完。这一走那么远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。孩子就这么扔下了，我这心里不是滋味。走，我们再去看看孩子。老四还这么小，新来的阿姨也不知道能不能照顾好他。这孩子要是闯祸可怎么办？放心吧。南香，让孩子睡吧。兰香，孩子没有组织照顾，会健康的成长的，你放心吧。再说了，咱们俩不在，孩子没能得到锻炼。啊，听说咱们的耿彪大使在瑞典差点闹出笑话来啊！是啊。他带了一些松花蛋，准备作为礼品送给东道主，结果瑞典人不认识松花蛋，哎，还以为是发霉的臭蛋。幸亏啊，他及时解释清楚了，要不然还真是闹出误会了。是啊，瑞典是地处北欧的西方国家，与我们不仅距离遥远，而且文化习俗上有很多差异。类似这样的事，让外交部好好研究一下啊，不要再闹出什么笑话来。好的。主席啊，好消息！哎，斯大林来电，欢迎您访问苏联，并且啊，邀请您参加他70寿辰的庆祝活动。哦，斯大林终于给我发通行证了。好啊！哎，为了这个通行证，我整整等了4年呐。不容易，主席啊，斯大林同志的生日是12月21号，途中坐火车需要10天的时间。如果你要是决定访苏，那么12月初出发是最合适的。哎，
哎，早在建国前，我就想去拜会一下斯大林同志，可人家不表态啊。现在有了通行证，我终于可以见到真佛喽。这次去苏联，一来是向苏联政府和斯大林同志表示感谢。上次少奇同志去苏联，人家不仅答应为我们贷款，还支援了我们很多技术专家。新中国宣布成立以后，苏联也是第一时间承认我们，并给予了很大的帮助和支持。我们不能忘记，也不会忘记。二来啊，我跟斯大林同志有很多重要的事情要面谈，比如签订新的中苏条约。这种事在电报上是谈不清楚的。除此之外，现在世界上已经形成了美苏对峙的冷战格局。斯大林同志是世界公认的社会主义的领袖。我们在取得全国解放以后，最重要的工作，那就是发展经济，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。发展经济就需要有一个安定和平的环境啊。为了防止帝国主义的侵略和破坏，我们必须紧密地团结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里面。主席啊，我觉得呢，出于对这个斯大林同志的尊重呢，您出发之前，应该亲自给斯大林同志发出电报过去。哎，少奇同志这个建议好，礼多人不怪嘛。哎，还有啊，主席啊，你去给斯大林祝寿啊，总要带一些礼物吧？啊，要尽早的开一张礼单出来。我刚才还跟恩来在谈这个礼物的事情。哎，少奇同志，你年轻的时候就在苏联留学，你觉得我给斯大林同志带什么东西比较合适啊？我觉得啊，主席，苏联现在最短缺的呢，就是蔬菜和水果。您这次出国，多带点中国的土特产过去，斯大林肯定喜欢。好，这件事我来办。除此之外呀，我觉得要以中共中央的名义给驻苏大使王稼祥发一份电报，让他做好迎接主席访苏的各项准备工作。恩来，用不着那么大张旗鼓的啊。主席啊，你访苏可是一件大事啊。除了各项准备工作之外呢，我觉得一定要做好保密工作，不能对外泄露半点消息。电台在那里，马上发报。三哥，你看周围现在多了那么多陌生人，我怀疑我们可能被盯梢了，要不然我们先撤吧。是啊，老三，保密局的几个点最近全被共党端了。虽然我们跟他们没有直接的联系，可是这个点，难免不被他们发现呐。对呀，这是我们刚刚截获的中共绝密情报，必须马上发给建锋同志，不惜一切代价。三哥，执行命令。小郑，那个信号又出现了。是的，部长，前几次出现的位置完全一致，现在可以锁定目标了。通知北京市公安局立即采取行动。是。
军来了。别慌，我的人还能抵挡一阵。继续发报。你要干什么，三哥？三哥，你要杀我吗？我怀了你的孩子。三哥，三哥，我们跑吧，我们到一个没有人认识我们的地方，过自己的日子，不好吗？我求求你了。快，就这儿！求求你了，三哥！别动！别动！我这来。北平几点？备车，我马上去见总裁。好。哦，对了，致电阿三，就说他提供情报准确，我要加强他。解放同志，阿三已经被捕了。 What do you think the main purpose is for this Mao trip to Soviet Union? First, with the stabilization of the Chinese regime, the CPC will soon start large-scale economic construction. The main purpose of this trip to Moscow is to seek financial aid. Second, he wants to sign a new China-Soviet treaty, negotiating with Stalin to replace the Sino-Soviet Treaty of Friendship and Alliance, signed in 1945, between the government of KMT and the Soviet Union. 当年，我民国政府为了权宜之计，与他斯大林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。 那可是让斯大林捞足了好处啊，如东北铁路、大连、旅顺港口的控制权。你们说说，他斯大林会把吃进嘴里的肉再吐给毛泽东吗？父亲，我觉得毛泽东此行 可能会无功而返。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论呢？说说。父亲，我在苏联待了10多年，对斯大林这个人还是有所了解的。此人，父亲，早在彼得大帝时期，俄国就把夺取出海口作为核心战略。 大连、旅顺是远东地区著名的不动港，所以我想斯大林不会轻易放弃的。总裁，对于毛泽东来说，我们有句古语，可以适合他眼下的处境，那就是“鱼和熊掌不可兼得”。看来你们二人对毛泽东 还是不够了解。鱼和熊掌不可兼得，那是古人兴盛孟子说的话。而斯大林、毛泽东都是当今玩弄政治的高手，他们就是想把鱼和熊掌全部囊括于手中。总裁，我认为，先不管毛泽东此行是什么结果， 他一旦离开北平，前往苏联，我们就有了一个绝好的机会。总裁，解放同志，请你们放心，我一定全力以赴。
我心不走过。连环的风云里，你越发巍峨。唯有那么一天，环球同此凉热。云水间响彻我